Hello， 大家，向流星许愿的我们第4集，随着西西来到了何家民宿，钟小佑，也就是何向勇，也越来越频繁的露出马脚，露出破绽了。我们赶快来看看，究竟何向勇能不能够成功保守秘密，还是他真的就此别康？等一下，要不要跟我跟毛毛一起去看电影？一定要去看！你不是说要跟我们一起去打球？怎么打什么球啊，你不看电影不用揪我。陈浩伟是人气广你不是答应我要留下来陪我一起教室布置吗？不然这样子，我5点半到6点半先给你做教室布置，6点半到7点半再给你打球，然后再跟你们看电影。我们可以去玩吃宵夜，吃宵夜，压力有点大哦。你们应该都渴了吧？我请你们喝饮料，怎么样？他真的很努力，想要让每个人都开心哦。难怪他一直觉得在别人面前没办法做自己。你们班那个同学叫什么名字？我们班边缘人啊，怪咖一个，每次都考最后一名，他想改改。何向勇，所以这是在他们2个认识之前啊，那个时候陈浩伟就在默默关注他了。你来新埔里找他，到底是为了什么？我其实是谁？哎，真心话时间被泡这打断。杯苦瓜红茶的。哎，你是？知道我卡关时会喝苦瓜红茶的只有何向勇而已。为什么你知道？陈浩伟假装不认字。我焦虑的时候也会。我懂你。所以你是西西？不是。哇。哇。我以为看到了啊！哎，冷静点啊！没有，没看到。你有看到一个素颜邋遢，但是长得很像西西的？何向勇，我怎么觉得你好像没有在帮忙？没有就好。哎，我觉得西西等一下出来可能肚子会饿哎。我有备料，所以那何向勇好可怜哦，最近一直在做这种自己骗自己的事情。没事。奇怪，又网路啊。在思念他了哦。你到底是手机坏掉还是脑袋坏掉？哎，你一整个早上都在玩手机，你知道吗？客人哈，他不是等来的，是招来的啊。这一套道理套在其他的人事物上面也是相通的。那个小海每一次来我们家的时候，我是不是都很主动的热情招呼他，是吧？是。女婿应该说儿婿也是招来的。哦，突然接一个洗澡镜头是怎样？知道我卡关时会喝苦瓜红茶的只有何向勇而已。有吗？哎呦，陈浩伟，你在何向勇的事情上倒是意会的很快哦。手毛草。陈浩伟，你就是这样子捉弄你喜欢的人的啊。他们睡了。哦。你放的？对，我的收藏怎么会在那里？不怕毛毛虫。确认失败之后，反而心里有点失望哦。你怎么在发抖啊？我刚洗冷水澡有点冷。原来在硬盯啊！你的诡计被他尽收眼底。会怕就是会怕，就算知道那是假的，但是那个那么像的东西还是会怕。那是假的，假的，没什么好怕的。赶快念呐，意思。陈浩伟是真的，真的麻烦。他们怎么可能是同一个人？很开心来新埔里玩。这么一口气。时间之外的约定，出版社喜欢这种直白的书名，但我跟我的责编更喜欢我们一起想出来的名字：甜点、种子与寓言日记。甜点种子、寓言日记，然后战敌的女神，全部都是他画的。哦，所以这个只是他们内部的备选名称，他讲出来的时候，其实就已经被康了。你是何向勇对吧？对，不对，
我是他的朋友啦。其实我觉得都到这一步了，在西西面前就不用装了啊。一个人外表再怎么变，灵魂是不会变的。而且你知道我重隐私，你发生什么事了？为什么你外表变得不一样？理所当然的就开始请他拿东西了。说，但你相信流星许愿成真的事吗？反正我就是随口许了个愿，没想到愿望成真，结果隔天起来竟然就没人认得我。所以你变不回来了。幸好遇到这个电波有对上的。不过，为什么认得出我啊？礼物，谢谢。我不喜欢跟人交谈，当我的责编很辛苦。但你从来没有抱怨过，辛普语值得更多人认识，何向勇也值得发光发热。这句话讲完，突然阳光亮起来。再见。西西感觉平常也是一个很多伪装的人哈，难得讲几句真心话。哎呦，只可惜你并没有给何向勇的处境带来很大的改变，还期待你可以推进一些什么剧情。谁？小海啦，这几天有没有看到他？他请假好几天，到现在还没回来啊！他要请假？要为你准备吃的去了呢。这次拿一个沙漏，是不是也跟西西给的那本漫画什么时间的有关？向勇，吃糖。你最喜欢西瓜糖？一见到他就叫他向红哥，你认错人了啦。你也觉得他是何向勇？幸福语的流星是不是特别漂亮？会让用成真的魔法。那你知道魔法成真之后会怎么样吗？人会，当然会留下来。西瓜糖不要。是啦，何向有透过这次的机会，看能不能够修补一些人际关系，就像他跟西西的关系这样。你为什么见面反不见面更反啊？那如果给你一个选择啊，你是想见他还是不想见他？我当然想见他啊。恭喜，你喜欢他。没有妈，你误会了。我说我想见他本人是因为我想扁他，我才没有喜欢他。好啊，你快去扁他，他在家里等你。这笑着去扁他哦。冰口沧海。知道你在这里就人就飞奔。どうぞこちらへおかけください。はい。原来如此，早就跟妈妈套好招了吧？不然怎么可能在屋顶，在人家家里搞这些？彰化王宫渔港二街、台中街市场蚂蚁汤、新竹城隍庙润饼。疯了，你全部都去买了？也不是全用买的。我先给你的毅力鼓掌。刚好卖完，所以我食品带点拜托老板卖我那个食材。所以这就是你这几天请假原因。你怎么知道我请假？你偷偷关心我？才没有。你吃了就代表接受他心意了哦。是吗？怎么这么多小心机？我是故意想要出难题考到你，干嘛那么认真？只要你有什么事，想吃什么，想喝什么，想去哪里，就咬这个铃铛，我就会马上到。只要是有关你的事，我都会全力以赴。耶！哎，虽然我还是觉得这个蛤蟆奖怎么被改造的真的很没有自我，不过看起来这招是奏效了啦。冰露臭豆腐、宜兰泰山猪酸肉羹。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我也马上不会啊。不是，你就这么理所当然使唤他啊，李婉哲。哟，哎，你好，你好，金先生吗？对。那我先跟你借一下证件。哦，好。应该没有抄住吧？上一集埋下了伏笔。哦。哎，没有客人。我接的。怎么了？你没看我留纸条吗？这几天有雕刻团不能收新客啊。什么纸条啊？他去哪里了？在这里。不好意思，我们这边有些作业上的疏失，所以今天的房间都客满。啊，你现在什么意思？所以现在意思是我们不能入住吗？你们稍等我一下。是啊，那时候我们要去哪里？
完蛋了，事情都一起扑面而来。高材生嘛，犯这种低级的错误，就先把刘先生带起来。哦，他现在每次失误都会 PTSD， 可是这其实也不算陈浩伟的错，我反而觉得这件事是何相有点粗心。没事了。陈浩伟，陈浩伟，你要去哪里啊？哎，陈浩伟，你要去？不会有事吧？原来他是每次焦虑的时候就出来奔跑。不要看我了，你要跑去哪里啊？啊！现在他生病的事情，让何相友知道了。我会再跟何爸说，这笔损失由我负责。不用啦，你又不是故意的。自己做错事情，我自己扛，这是我的原则。陈浩伟，你是不是就是这样子肩上扛太多东西了，才会搞得这么狼狈？你不要再笑了，难过就难过，人生不需要一直笑啊。你跟他讲了跟之前一样的话，他才难过，因为在他眼里，你不是何相友去讲了跟何相友一样的话。哎呀，今天没有楚河汉界喽。不过，你刚刚为什么会那样？我有恐慌症。果然还是要暴露自己的弱点，暴露自己的脆弱，才能让彼此破冰呢。你就是太硬了。我原本已经觉得自己的人生很惨了，但听你说完，我觉得我还蛮幸福的。看你比我更惨，我就好了。我那时候上班的时候啊，有一个同事，他每天都在哭哎。后来我就会刻意在他会去的地方的每一个角落，都放一盒卫生纸。哦，我是恐慌症，不是忧郁症啊。对哦，忧郁症是持续性的低潮，恐慌症是突然之间就发作了，这样你懂吗？懂。上次何相勇给他科普关于快乐的生理机制，现在换陈浩伟给他科普关于这些精神疾病哦。不然我讲笑话给你听。你知道学校的警卫啊都在笑什么吗？笑什么？在校门口。Judy， 如果太勤劳，工作会得什么病呢 ？Judy 筋膜炎。以前小明跟小华一起去骑马，然后小明骑到一半，就跟小华说：“你快乐吗？”然后小华就跟小明说：“我很快乐。”然后都要笑了。你看很好笑吧？哎呀，两个人就在一场又一个尴尬的笑话里治愈自己。哦，直接被华叔撞见这一幕啊！还不赶快跑！不好意思啊，是我的。你干嘛要出声音？有没有看见河爸？不是华叔，没事，不是你想的那样。江湖规矩，我懂啊。注意安全啊！我没来过啊，拜拜。为什么要注意安全？衣服都穿得好好的，是能怎样？找你半天，原来你在这里啊！我又喝醉。不是去本岛找儿子吗？在吵架。哦，何爸是去找何相勇啊，才离开那么多天。他要知道我做一个决定啊，他一定会回来找我吵架。我要把我房子卖了。这个不需要何相勇找你吵架啦，这个所有人都会劝退你啊。而且啊，你的手也不是用来打球的。哎呦，高中的时候的陈浩伟这么会，井上雄彦的手，这是真的呀！哎，球，我手机拿。毛毛虫，你怕毛毛虫？什么毛虫？哎，你看这边上，看，都骗我啊！哎呀，这是少年组的，可不可以给他们单开一部戏呀？感觉很好看呢。
果然呐，这一次何相勇人生中的意外插曲，一个流星莫名其妙改变了他人生轨迹，却意外促成了他可以与人和解的一个契机呀。这个机会让他用不一样的角度、不一样的身份去看身边的人，用不一样的方式跟他们相处，也终于让他看到一片截然不同的风景。就像他过去一直以为自己在工作上面根本一点价值都没有，只是在拖累别人，实际上他的好细细都记得呀。甚至这次来，除了就是找一个比较清闲的地方赶稿之外，最重要的也是想要找何相勇把他这么多年来在工作上合作时的真心话对他讲吧，这是他这一趟来主要的目的。只是就有点可惜，没有如我先前所期待的有一个有点有趣的角色来推进进度、推进剧情，勉强算有吧，因为他跟何相勇的互动也让周围的人开始怀疑钟小佑其实就是那个何相勇。而除此之外呢，何爸因为何相勇的离开而着急，也让在一旁看着这一切发生的何相勇开始重新审视了自己跟爸爸的关系。这个部分似乎下一集会有更明确的表示，我们再来期待它逐步展开。只是这一集呢，有一个我觉得有点尴尬的部分，就是我们的副 CP 哈马奖跟李婉哲的那个相处方式啊。我知道哈马奖这么有诚意的帮李婉哲从全台湾各地搜罗来了妹饰，让李婉哲其实内心里是有泛起一些波澜的，他也开始慢慢接受他的心意了。只是总觉得这两个人在感情里的关系没有那么对等啊，而且这对从一开始就好像是流星强制用魔法介入，让哈马酱在感情里很没有自我的样子。结果那一幕还试图想要用很澎湃的音乐把它做得很感动，我就会看得有点别扭。就希望后面的哈马酱可以展现出一点属于他自己的个性吧，不要都只是被我们看到他那副因为流星而变成痴汉的模样哈。行啦，这一集差不多就到这边，下一集似乎会有更大的冲突，我们敬请期待。下次见，拜拜。